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沙拉瓦米瑞那里有813只流浪狗被政府的收容所收容，然后长达大概将近1年的时间，因为没有人认养，所以要一次过把它们杀完的一个新闻。然后呢，在1个月前呢，也是在沙拉瓦的古晋，因为狂犬病爆发，所以呢，市政府呢在街上看到流浪狗呢，全部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相信大家应该有看过我1个月前的一个视频，是关于森美兰州芙蓉市政府当街屠杀流浪狗，然后放到网络上炫耀的一个白痴的一个事件。相信大家对这些杀狗的行为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OK， 我们现在先来讲古晋的疯狗症的这件事情。其实真相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个疯狗症的救援组织。古晋爆发狂犬病的时候，这个国际救援组织呢想要介入去帮忙解决这个疯狗症的问题，可是古晋市政府或者说沙拉瓦州政府拒绝这个组织介入，拒绝他们来马来西亚帮忙救援。他们宁愿选择用自己的方法，看到狗就杀，看到狗就杀。他们对狂犬病一点了解都没有。而且更可笑的是，这些既然是马来西亚的兽医局指示他们这样做的。你身为一个兽医，那兽医的本分就是医动物，可是你不了解狂犬病，你不知道狂犬病的传染的方式，然后你看到你就杀。我先讲这个方法是错的。OK， 这绝对不是正确的停止狂犬病蔓延的方法。那如果你不会的话，那为什么有人免费来支援来帮忙你们？为什么你们要拒绝他们，而选择做出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好，我们先讲回这个刚刚发生的这个米瑞这件事情，是让人非常痛心的。他们在马路上呢，可能是因为害怕狂犬病蔓延到米瑞去，所以当街抓了很多流浪狗，从1月份抓一直抓到现在，抓了然后太多，他们养不起，因为很贵嘛，这个大家都明白，养狗是很贵的，更何况是813只。然后因为没有人认领呢，就一次过把他们杀死。OK， 我再告诉你们真相是什么呢？我现在没有针对米瑞市政府啊，我是讲马来西亚有一个现象，这可能是你们不知道的。马来西亚的民间呢有很多那些人民的流浪狗收容中心，都是民间自己在做的。简单来讲，就是你家人自己用自己银行的钱来救这些街上的流浪狗。那请问你愿意吗？我先问，请问你愿意吗？你不愿意吗？因为你家里好不容易储蓄到的钱，然后你拿来救这些流浪狗，1个月几十万这样花。可是就是有这些好心人呢，在每个州里面都有，每个月在为这些狗、这些流浪狗、这些人类的好朋友呢在付出，在努力。可是在马来西亚有一个现象，就是当你要去这些政府部门、这些政府的流浪狗收容中心呢，要去领养狗出来的时候，要去救这些狗，避免他们因为狗的数量太大而被屠杀了的情况下呢，你要去认养的话，这些人呢后面会跟你收一只狗200块。请问大家会数学的朋友，813只狗乘200块是多少钱？再加上他们领养回来过后每个月要花多少钱？就是有这些无良的人在赚住这些无良的钱，导致这些民间自己用自己银行钱在救这些流浪狗的人呢，整个情况根本就是雪上加霜。然后这些事情呢，那些当官的人都不知道的吗？因为这也是下面的人在做的嘛。所以呢，每次发生这种事情，只要有人 complain 讲，为什么这样乱杀狗啊，什么什么，他们就会讲，这样现在狂犬病怎么办？这样如果满街流浪狗怎么办？你孩子被狗追怎么办？所以一定要杀，他们就只能讲这些借口，因为他们根本对这些方式根本就不了解。所以在我的上一个视频我就已经有讲，我们这里呢已经准备了一个 proposal， 一个企划案，里面有8个方法来解决这些流浪狗的问题。只要你照着这8个方法做，根本就不需要当街随便乱屠杀流浪狗，而且还可以解决狂犬病、流浪狗在马路上乱跑、乱追人，甚至是那些主人弃狗的问题，还有繁殖场的问题。可能你们会觉得，我们要呈交给政府的这个企划书，我要花很多钱啊，所以政府不要见我们啊。你们根本就没有看过，你们哪里知道要花很多钱？这8个方法里面只有2个方法需要花一点钱，那其他6个方法是完全免费的。只要政府照着这些专家的企划案走，一切问题就解决了。那2个方法要花钱的呢，其实也花没有多少。你总不能因为不要花钱就让这些人民去花吧？因为这个问题要解决啊，这是你们的烦恼。难道出一点钱解决有什么问题？你们不也是一直在花钱养住这些杀狗队吗？你们不也是一直每个月花钱在买着这些毒针吗？这些毒针不便宜嘞，一支要200多块，这些针还可以拿去卖钱嘞。你知道你的人为了拿这些针去卖钱，自己偷偷拿木棍把狗打死，然后告诉你他是被安乐死的，然后再把这些毒针拿去卖钱吗？你不知道。然后你每个月花的这些安乐死的针的钱，跟你养的这些杀狗队，一个城市就10几个、20个人，一个杀狗的一个团体，那整个全国到底要养多少人？这也不是钱嘛。那如果这些钱改成用在这个企划案8大项目里面的其中2样，请问你可以花多少呢？而且又可以帮助你减少杀戮的罪孽。无论你是什么宗教都好，我相信没有一个宗教会叫你去屠杀这些人类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居住的这些动物。我上个月出了那个视频过后呢，我想讲，这位Seremban的国会议员到现在你还没有露脸，你派一些人来敷衍我们，我都知道。OK， 假应酬我们谈了，然后等下就没有回应，我知道你可能
你觉得你是不同部门的官，这件事情不关你的事。可是你要知道，你是国会议员，是舍人班人民投票给你变成国会议员，你才可以当官的。像舍人班错了这种不人道的事情，难道你不应该站出来吗？而且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后面有去找人，你去找那个杀狗队当天在住宅区乱杀狗的时候，跟一个孕妇拉扯，然后导致她跌倒受伤，他去报警要告市政府，然后你为了要息事宁人，你去找他，你只是为了要保护自己。为什么我们苦苦等了1个月，为什么你不出来谈？现在沙拉瓦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如果舍人班这里当初你出来谈的话，我们可以一个市政府慢慢去影响大家，慢慢去解决这些问题，慢慢把 proposal 拿给大家看。可是你身为一个国会议员，你让这件事情一直蔓延下去，让整个事情一直恶性循环下去。我先讲，我们人民是没有办法养的。这些民间组织用自己银行的钱一直在付出，然后偶尔办一些筹款活动，2下那些钱就用完了，是没有办法一直在帮你们政府的，而且也没有那个义务一直帮你们政府解决你们的大便。他们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每一只狗每个月要花几百块钱。如果你们不协助，不采用我们的企划案的话，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没有人养得起，你们也解决不了问题，只会一直杀一直杀，这样杀下去，你们的主、你们的神、你们的宗教，你觉得还会原谅你吗？而且很多人在那边讲，哇，安乐死还好啦，如果是安乐死还好，安乐死的针很多人根本就没有用到，你们看到的照片里面那些安乐死打下去的针的那个狗根本就没有在挣扎，那根本就是被东西勒死的，勒死了过后为了拍照他才打那个针，在那边为了拍那张照而已。那个照片你看那个狗的动作是这样，你养过狗的人你就知道狗的动作不是这样，已经死了，他们只是为了拍照而已才摆那个姿势下去。我以前有服刑过的，我每天都在扫马路扫街，拍照这种东西政府交差的东西我每天都在演，差别只是因为我是人，我懂得配合演出，狗不懂，所以必须把它勒死，然后打针，然后拍照。所以你不用骗我，你骗没有养狗的人可以，你不用骗我。当我上次在发表对这类事情的一些言论之后呢，有很多一些比较无良的那种人呢，他们就会一些酸言酸语，我知道他们说这样你吃素吗？你不吃素，你凭什么讲要保护流浪狗？这样为什么可以杀鸡、杀牛、杀羊、杀老鼠？所以照你这样的逻辑那些所有的环保人士就必须住在森林里面因为不可以用汽油跟自来水嘛，因为不环保嘛。所以那些环保人士全部滚去森林住，是不是这样讲？然后那些反贪局的人呢，过年不可以拿红包咯，因为红包不是合法收入吗？然后那些反毒的反毒团体生病的时候不可以喝止咳露因为咳嗽药水是一种毒品因为它有可待因，所以反毒团体的人都要咳嗽死不是这样讲的吗？我本身会一直帮流浪狗讲话的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我是佛，我是神，不是，是因为我本身有养狗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认为那些老鼠很可怜，你要帮老鼠，或者我们吃 KFC 那些鸡很可怜，其实你们也可以做一个 proposal 去跟政府申请，看要讲保护这些鸡跟老鼠的只是因为我本身家里有养狗，而且我家里曾经有狗被这些杀狗队杀死过，我没有办法忘记我家里那时候是多么的悲痛，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些杀狗队在马路上当街屠杀这些人类最好的朋友。在我心中，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所以我帮这些流浪狗发声。当然我没有反对你们帮其他动物发声我不是圣人，我也不是神。我觉得一辈子一个人做好一件事情，做你能做的，保护你能保护的，你相信的就好了。就好像几年前霍金他是一个渐冻人，他发起了 Ice Bucket Challenge， 大家都在玩拿冰桶倒自己。这个公益活动呢是帮助渐冻人这种疾病的。那很简单，为什么只帮助渐冻人呢？因为霍金本身就是渐冻人那为什么他发起这个活动，慈善活动来捐款帮助渐冻人，你不骂他为什么你不帮助艾滋病的人？为什么你不帮助糖尿病生病？难道这些生病艾滋病糖尿病就不是人只有渐冻人才是人为什么你不骂他嘞？为什么他要只帮助渐冻人呢？因为他本身感同身受，他是渐冻人。当然如果你家里有艾滋病患者或者是生病的人，你会感同身受，你去帮助这些你有同理心有共鸣的团体，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们没有办法救全世界，但我们能够做的是跟随自己的信仰，把自己能出的力，小小的一份力做完。只要这个社会上每个人做自己能做的，保护自己的群体，协助自己相信的团体，这个世界就很完美了。最后呢，我想要讲的是，这是我最后一次邀请这位舍人办的国会议员或者其他州的市政府要来谈判也可以。我这边有专家有 proposal， 这些都是我朋友，他们有专业的意见跟专业的企划案，我们可以拿给你看，跟你开会，帮你省钱，帮你解决你的烦恼，帮你解决流浪狗满街乱跑咬人，或者疯狗症，或者弃狗的问题，养殖场的问题，这些可以省下很多钱跟省下很多时间。最重要，你们不需要这样屠杀来增加你们的罪孽。我明白大家刚刚上任做官要明哲保身，可是希望大家不要再躲了，你们再躲下去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希望你们如果要谈的话可以 inbox 我不管你是哪一州还是哪一个市政府， inbox 我帮你们牵线，让专家跟政府见面。最后祝你们可以上天堂。